小伙伴们，如果有1个亿会怎么花呢？看着蓝胖子满脸姨母笑，就知道今天又是个发财致富的好日子。蓝胖子让大雄上供，可区区100元，蓝胖子哪里看得上？但这却是大雄1个月的零用钱。蓝胖子拿出寻宝机，想要他找出100米内的宝物。岂料蓝胖子的2手道具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竟然弄丢了大雄的生活费。蓝胖子决定还大雄一个小目标，因为蓝胖子最近恶补历史，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宝藏。虽然宝藏不易寻得，但只要有了寻宝机，人人都可以是欧皇。2个小家伙扛上装备，就要在今天变成亿万富翁。至于刚才被弄丢的100元，该还的还是得还。看这身行头，还以为去刨土豆，可一听说这俩人要去挖宝，3人不仅不羡慕，反而嘲笑2人异想天开。毕竟3人对一个小目标可没啥概念。大雄2人决定从最近的真加楼山开始，因为这里埋了10个小目标。一想到明天的自己也可以自称土豪，2人就干劲十足。如果有了1个小目标，大雄首先要实现零食自由，这就是大雄格局小了。蓝胖子的目标是极品铜锣烧自由，走了一圈又一圈再一圈，可机器依然毫无反应。毕竟2手道具要在100米内才会有反应。而就在这时，周围传来刨坑声，这是明晃晃的抢生意啊！可当2人走近一看，就是农民伯伯，这不就闹乌龙了？宝藏就算再多，可寻不到宝藏之地也是徒劳无功。就在2人要放弃时，寻宝机有了反应，这下2人又满血复活，一路风驰电掣，竟来到了一处农家乐，而最终的地点竟指向了庭院的地下。虽然这是别人家的院子，可一个小目标的诱惑实在太大。然而你一铲我一铲，久久81铲后，终于碰到了硬家伙，竟是个坛子。快乐来得太突然，大雄决定当这个开启历史之人。可当坛子打开的那一刻，2人惊呆了。古代的宝藏咋这么现代化了呢？原来这又是一场乌龙事件，竟挖了老人家的小金库。大雄虽然吐槽蓝胖子的2手道具靠不住，可当道具再次有了反应，那就是真香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又要出意外了。这次竟明晃晃地盯上了人家的背包。看着突然逃跑的背包客，2人心中升起了怀疑。2人一路跟随，竟然又回到了农家乐。虽然农民伯伯选择无视，但背包客竟反手掏出了1个小目标。原来背包客想买下这座山，可这座山是祖先留给农民伯伯的礼物。老人家说赶人就赶人，天色渐渐变暗。即便有亿万宝藏，大雄也想放弃了。可蓝胖子却是个守财猫。这时天公不作美，2人只能先找地方避雨。宝藏没找到，还弄得一身湿。大雄抱怨连连，明明说好共同致富，咋就都成了猫的锅？就在2人争吵时，寻宝机又有了反应。大雄再也不信这鬼道具，但蓝胖子却坚信不疑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可能真有宝藏。可惜埋宝之地发生了塌方，蓝胖子认为正是因为塌方，宝藏才随着泥土一起流了下来。这样一说就顺理成章，2人挖到天晴，终于触碰到了宝物，随手一掏就是一沓巨款。蓝胖子再随手一掏，就足有1个小目标。只是这包有点眼熟，而这时传来了呼救声。生命之重，钱又算什么呢？洞口被挖开，落难者终于被救出。原来背包客在避雨时遭遇了塌方，作为对救命恩人的回报，大叔递上了2沓巨款。那么要如何委婉的收下感谢费呢？这就需要用到过年收压岁钱时的演技了。哎呀，不用，因为这样既可以拿到钱，又显得自己人格伟大。齐老大叔也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，还真就信了俩孩子的人格伟大。看着到手的巨款变成零食，友谊的小船又翻了。